为什么阿美族我们的男人喜欢搞这些东西？有一个美字。阿美族。在你嘴巴里面会跳舞，对，好吃好吃，难怪你会嫁给他。老师，这个可以放吗？可以啊。尊重土地还有爱护海洋这件事情，透过你可以被发扬光大。透过大家。猜吧，有一个美字。阿美族。哎呦，怎么好意思？I grew up in a Hualien Madathin village, which is located at the foot of the Central Mountain Range, about a 15-minute drive away. To me, the mountains and oceans are not just beautiful scenery, but a community that I strive to understand and connect with on a deeper, heartfelt level. I like to visit the local markets the most because I can feel the local culture and tradition most directly. This market so exciting. I can't wait to go dig for treasures. Yo, 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到传统市场？对，平常你就是在这我就是边采买吗？在这边采买。那我们就跟着你进去。好啊，好啊，好啊。这边很特别啊。这边的哈。对对，我想说这，对这个是达利，对不对？这个是我们部落的芋头嘛。对，这个是西虾。西虾。我来看一下。是晚上抓的，晚上会跑出来，白天不会跑出来。这个要怎么煮？用炒的，用炒的是吧？可以穿烫，也可以穿烫。有的人沙西米。也可以撒西米是吧？还有呢？还有，老板，谢谢你。对啊谢谢谢谢。野菜野菜野菜。还有巴吉路，这个是面包果，对不对？对，面包果。哇，巴吉路，还有这个啊，这个也是野菜。这个也是野菜，这个是什么菜？要怎么讲，老板？嘎拉牛歪产奶，拉拉牛歪，嘎拉牛歪，嘎拉牛歪嘎蚊子拉牛菜。外，为什么叫蚊子菜？我怎么知道？人家说这个是蚊子菜，我说我叫蚊子菜可能蚊子很喜欢停在上面，所以叫蚊子因菜。为它的花很像蚊子，很会飞。原来如此哦。这个是那个笋子，他们这边的有一种吃法就是用腌的，像我们大港口，它会加一些豆腐。最适合夏天吃。对，最适合夏天吃。小云，接下来我们要去看什么东西？我们来看海菜哦。看海菜啊。对。这边有情人的眼泪。情人的眼泪。对，这2种海菜。哇，这个是紫色的。对，这是紫色的。我们那个台湾讲的雨来菇，对不对？那也可以就是情人的眼泪。对，下雨的时候才会有。我们这个是怎么料理？我们都是拿来穿烫，然后做凉拌这样。也可以做凉拌，对不对？对。他们俩要买吗？要啊。哇，要买多少？各100。这个可以生吃吗？可以生吃啊，都拿来生吃。可以，都可以。就是海味比较重一点。这个就还好，这个可能就是要拿来穿烫。这个味道非常好，那我来试试看。你自己看点点呢。有啊。哇，这个味道也很特别，好吃好吃，连生吃都好吃。煮汤啊。对，前面还有。这边还有哈。哇，来到菜市场啊，最好玩的就是可以看到平常我们吃不到的东西。这是喜酪。对，喜酪。这是我们的喜酪号。来，这个应该是牛肚。
牛还是牛油啊，牛油是吧？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常常吃这个，因为这个很下饭，很咸，但是很下饭。那边阿美煮牛排，啊，蜗牛啊，这是蜗牛。这一包很小的，但是其实要花很多的时间去采，然后还要去去壳、去敲，然后还要去它的黏液，所以很不容易。你看有大大小小的，这些全部都是在地的食材，一般的市场上是看不到的东西。哇，这个是海螺，海螺，台湾龙螺，这个是三角螺，这都是深海。都是海边，很漂亮啊！哇，三比绕这个也很好。啊，三品捞这是拍打的地方，那个最好吃。啊，因为它的背后还有青苔。对，啊，海菜还可以吃它背上的青酱，好吃。这个哇，这个一定要买，这个真的是很有学真的很问。珍贵。哎，这个印尼，这个是飞鱼吼，这个是飞鱼。烟熏飞鱼。现在是季节吗？现在？我的老公比较厉害，所以现在还有。啊，难怪你会嫁给他。Art comes from real life. The colors here inspire me greatly. 为什么阿美族我们的男人喜欢搞这些东西？有一个美字。对，阿美族就是爱美，所以呢，我们都会把自己搞得这个样子，好看吗？以后我们现在干嘛？我们要去找，刚才有买很多那个嘛食材，然后我们这一次要去拿那个做食材的餐具。通常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植物来当？那个人啊子，人啊，对，叶桃叶啊，。月桃叶。对啊，我们要去森林搜索一下。其实这是路边的哈。哎，是不是那个是不是月桃叶？哦，答对了。哎呀，被你发现了，你是山上的人嘛？对啊，我们阿楚娘啊，这个哈，然后这个它的根茎呢，我们有时候会拿来炖熏肉或是熏鲱鱼，所以它会有那个香气啊。你闻一下，这个天然的香料，这个味道有一点像柠檬，还有薄荷的，还有胡椒的味道。真的很香。好，那我们就回家。等一下我们就好好享受我们的美食了。好 ，Let's go。The Amish people is the matriarchal society. During the harvest ceremony, when men come back from fishing or hunting, it is also men's job to cook the food for family. Today, we two artists going to cook food for everyone. Ta-da! Come in.啊，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我们先煮龙螺好了。煮龙螺，其实这个川烫就好了，是不是？对，川烫。吃原味的。对。哎，巧云，通常你是怎么煮这道菜？这个月光螺。放一点盐，所以等一下就不需要再加了。然后它稍微滚就可以拿起来了。它不能太熟，太熟它会敲不出。又敲不出来。通常你们会准备什么酱料？盐巴、辣椒，这样就可以了。辣椒水就好了。盐巴、辣椒跟水。它有龙螺的汤，所以我们就用不要浪费它。哦，不要浪费那个汤。给优哥看一下，这就是刚刚我们市场买的那个背面有海菜的那个。对啊。它等下就会熟。所以也是差不多半熟。对，它不能太熟。我都可以闻到那个海的那个鲜味。老师，这个可以放吗？可以啊。哦，顺便放上去。放一下，好，来看你要吃什么。就按照我自己想要吃量自己抓，是不是？好，我想要吃这个比较有海的咸味的这个海菜，然后我再放一点点紫菜，啊，
海菜我们板扎都怎么讲？嘎咕豆，大骨肚、哦，林阿令，林阿令，都有。还有海菜有好几种。上菜。哇，这是刚刚我们煮的菜，哇，这就是刚刚我们讲的那个，背上有海菜，哇，我来试试看这个，哇，我很喜欢海鲜的腥味。刚刚那个月光螺，对，夜光螺。然后这个蘸酱就是盐巴、辣椒、水就好了。哎，有。在你嘴巴里面会跳舞，对，好吃好吃。你刚亲自下厨的海菜，先吞完。这很简吃起来单。更嫩，因为烫过了之后，它的口感更嫩，而且更脆。这应该是飞鱼，对不对？对，飞鱼我们怎么讲？嘎嘎烘。我们现在是季节吗？它主要最多的时期是3月到5月。对飞鱼的印象是，好像只有兰屿的达悟族那边有。其实我们东海岸的阿美族其实也在捕。对，因为他们捕不完的，然后飞过来这里被我们捕。海季大部分是在什么季节？我们部落海季是5月份，是不是每一个部落的那个海季都不一样，还是都统一？都不一样，都不一样。就是看移情的时间点，到达他的部落的位置，然后感谢海神，说巴秀秀跟阿里海的那个海神这样。像我们海季的时候，就是禁止女性进入会场，对。然后我们海季期间，就是部落男子阶级会进到海里，然后去采集海边的那个食材，去给老人家享用这样。我们那边呢，就是习惯打猎，那你们这边就是靠海，靠海就是你们也是有合祭啊？合祭哈，对，好像一个水的一个仪式，对他们的一个尊敬，一个尊重这样。We Amis people have our own techniques for catching fish. Rather than reeling in all of the fish we catch, we only keep the adult fish and release all the young. By doing so, we maintain the balance of the ecosystem so that nature will continue to thrive. 我们现在这个艺术生态园区啊，你目前是怎么运作的？就是艺术创作是15天嘛，然后还有活动，还有市集跟劲舞台的表演。然后去年是甄选到200多个艺术创作者来，其实我们那时候只有起4名而已，6个就是我们自己内部已经有邀请的这样。200个里面只有选4个，所以这个一定是要精挑细选。那可见你们办得非常的成功。什么时候开始办？我们从2020年开始，2020年，然后现在就是第4年。这种环境谁不想来？连我都想要来驻村。我有机会来这里驻村吗？我有这个荣幸吗？今年我们有去校园交流嘛，有那个航海大师，我们也在复振我们的船呢。被殖民太久，其实海的那个自由跟那个都没了，慢慢的跟海越来越疏远。我上次有问部落的老人家嘛，90几岁，他其实对那些航海的记忆都没有，对，其实很可惜。那些人在哪里？那些记忆在哪里？已经不见了。所以不只是在艺术层面里面呢，它其实还有文化的一个延续的一个责任这样。那时候我们也有办艺术把公过，就是用作品来去说故事这样，很棒啊。然后就设点，然后老人家就很开心啊，我知道你在讲什么啦，什么什么。我那时候就做一件作品关于海的，因为那个媒材就是渔网跟铁嘛，然后他们就会去反省，我们现在的海怎么了这样。大海其实就是生活很重要的一块，我们的所有饮食几乎都离不开大海。然后你要如何去生活，那又是一件事情。有时候会跟年轻人讲说，你要回来，那你要先从生活开始，你要懂得在这个大海里面生活，你要懂得去听浪、算浪，知道整个浪的节奏是怎么样，要懂得去观察潮间带所有的变化，这样，那个才是真正回到部落的孩子。
所以我回来对海其实很不了解了。然后可是父亲一直教我，大海浪可以上传给你，让你可以去看到鱼群的位置，这样那个都是要慢慢去进到那个海，海会告诉你很多的答案，那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课程。那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这个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有一次我放虾笼其实都会在裂缝里面，那个洞刚好人的身体很窄，因为我知道那个水流它是往内冲的，然后你就不能回来了。如果今天是一个很贪的人，我可能就跟他们一起离开，沉在这个里面了。然后我就不对啊，这个是就是有一个就是不好的东西不会把我的吸引你进到那个里面，对。我就没有拿了，然后我就跟我父亲讲，哇，那个还好你没有进去，要不然就出不来了这样。还有一个就是说，马到是欧让在，你看到那个龙虾，比如说这个洞，这是一颗龙虾，你的手进去，刚好你的手不是张开了吗？刚好你这样子穿进去，然后你的不给手欧让，你抓的时候，你的手是不是变大了？你就出不来，就卡住。那个东西也不要抓，因为你非常渴望要把那个东西拿出来，你人就会这样子，马咖啡的巴格拉，就在那个你的泵就卡在那里就离开的。因为我们都是口述的历史，然后很多的判断其实都要自己要去判断。那我一直觉得人类真的要尊敬大自然。对，你不要觉得你已经很熟悉它了，进到大海里，你不要觉得你很熟它，要更谦卑。每一次下去都有新的课程。大海对你来讲，它的意义是什么？还有它带给你的启发？我觉得它带走我的族人太多了，对我来说是它是有时候很温柔、很美丽，然后可是它要带走你的时候是非常轻易的，然后对我来说，被大海带走的族人，我觉得它是非常尊荣的、尊贵的，因为大海不会轻易的把人带走，他所有带走的全部都是高手级的，都是在大海里面，在部落里面是响当当的，就是很厉害的。所以你现在成立这个那个艺术生态园区，你的经验其实就可以跟这些来驻村的艺术家，还有国际艺术家跟他们分享。我一直觉得艺术生态园区它的存在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希望再过10年后、20年后，我们会看到有更多来自世界各地，还有更多的年轻人一起加入，然后我们对土地的认识，还有对尊重土地，还有爱护海洋这件事情，透过你可以被发扬光大。透过大家。这个也应该是花了很多年一点一滴累积出来的这个场域哈。对啊。那当初你们在这边刚开始的时候啊，有没有碰到一些困难或是拦阻？还是有啊，因为公部门就说资料不见遗失，这就是我们的传统领域了。因为我们农作一定要盖导楼案，很简易的要放公祭或者什么的，可是都会被限制，因为国家去限制自己的土地，限制以前原住民的生活方式，未来台湾要保持这样子文化的延续哦，有些县市应该要很适当的。如果有机会在镜头面前对外界的人还有世界的人去表达话，你是希望可以跟大家说什么话？对于这片海洋，我希望大家可以好好认识你们踩着这片土地的故事，然后去认识每一个风给你的信息，每一个海浪给你的力量，每一个味道，真正的认识这块土地。希望我们的台湾的原住民的族人，他也更
更亲近自然，更了解自然。其实我们的文化其实是很美的，非常美，很多东西要去不断的去探索，要去了解。就是学会尊重土地，这对因为亲近土地，我们才会珍惜土地和尊重土地。回家的根呢，希望就是那个根永远在这个地方留着这样子。今天谢谢你的分享，谢谢。羡慕你看这个环境，无敌海景。还好大海没有卖掉，耶，被卖掉。In 2024, the Sea Society Residency Camp at Eco Arts Village invites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artists to stay in the village. They will have the chance to experience the rhythm of the sea, observe the lives of the ocean people, and come together to think about how to care about the ocean. You believe that artists can find new inspiration by stepping out of their comfort zones and share them through the form of art and use their creations to express their love for the ocean.